鬼不可怕，人心的执念才可怕。说到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害怕。不过，大家有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想过，鬼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们究竟在哪里？我们总以为鬼是青面獠牙的怪物，所以半夜看到半掩的门缝或微风吹动的窗帘，便会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其实，这都是自己吓自己。在佛教的智慧里，常提到6道轮回，其中有一道叫做恶鬼道。很多朋友以为人死了之后，只要做坏事就会变成恶鬼，在阴曹地府里受苦。这其实是把佛法看得太表面了。鬼并不是一种可怕的怪物，而是一堆放不下的执念。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用佛法的智慧，为你揭开鬼的真正面目。看完今天的内容，你不仅能明白内心的恐惧是怎么来的，更会学到如何放下执念，彻底远离负能量磁场，找回久违的心灵平静。掌握了这个真相，哪怕以后一个人关灯睡觉，也能一夜好眠。在深入探讨那些把人变成鬼的贪吃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个有趣且极具深度的现象。为什么全世界各个文化里都有关于鬼的传说，但是大家害怕的鬼却完全不一样？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去问一个住在欧洲的朋友，他们害怕的鬼是什么？他们脑海里浮现的通常是穿着燕尾服、脸色苍白、住在古堡里吸人血的吸血鬼，或者是身上缠满绷带的木乃伊。但是如果在我们台湾或者在亚洲其他地方问同样的问题，大家害怕的通常是穿着清朝官服一跳一跳的僵尸，或者是穿着白衣服、披头散发躲在门后面的女鬼。如果鬼是一个真实存在，有固定形体的客观东西，那为什么外国的鬼跟我们东方的鬼长得完全不一样？难道鬼还分国籍，还要办护照吗？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深刻的真相。佛教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万法唯心造。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所看到、感受到的一切外在现象，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状态的投射。鬼的形象往往就是人类恐惧的投影。让我们来还原一个最日常的生活场景。想象一下，你现在睡在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卧室里，没有任何奇怪的布置，不是什么特殊的场合，就是你每天睡觉的卧室。有一张温暖的床，旁边是一个大衣柜，窗户半掩着。夜深人静，到了凌晨3点，你突然醒了过来，房间里很暗，只有窗外透进来一点点微弱的路灯光线。这个时候，一阵微风吹过，窗帘轻轻晃动了一下，衣柜半开的门缝里似乎有一团黑影在蠕动。就在这一瞬间，你的心跳开始加速，你的手心开始冒汗，你的大脑开始疯狂运转。那是什么？是不是有东西站在那里？如果你平时爱看僵尸片，那一团黑影在你的眼里可能就会慢慢变成一个穿着清朝服装的影子。如果你心里一直对某个过世的亲人怀有愧疚，那个黑影在你眼里可能就会变成他的轮廓。但实际上呢，那可能只是一件挂在衣柜门把上的深色外套，被风吹得晃动了一下而已。为什么一件普通的外套会把你吓得半死？因为在那个当下，你的心处于一种低频的状态。可能是你最近压力太大，可能是你心里藏着见不得光的秘密，也可能是你对未知的未来感到极度焦虑。当人的心智变得脆弱，能量变得低迷时，我们潜意识里那些最深层的恐惧、焦虑、愧疚就会像电影放映机一样投射到外在的环境里。你的大脑为了合理化这种恐惧，就会自动去提取你过往文化背景中记忆中最可怕的画面，把它贴在那个模糊的黑影上。所以东方人看见了女鬼，西方人看见了吸血鬼，说到底那都是我们自己吓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平生不做亏心事、心胸坦荡的人，走在夜路里也觉得清风拂面，无所畏惧，而那些心里藏着算计、对不起别人，或者整天疑神疑鬼的人，哪怕大白天坐在一个平凡无奇的客厅里，只要门外有点风吹草动，都会觉得是冤亲债主找上门来了。疑心生暗鬼，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句俗语，其实早就把这个佛学和心理学的真相说得清清楚楚。
你心里有鬼，你看这个世界就处处是鬼。所以下次当你一个人在黑暗中感到害怕，觉得角落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看着你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求神问卜，也不要急着拿被子把头蒙起来，深呼吸，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句话：你看到的不是鬼，而是你内心深处尚未和解的恐惧。当你能够勇敢地直视这份恐惧，问问自己，我到底在害怕什么？是害怕失去，害怕报应，还是害怕面对真实的自己？当你把心里的结打开了，那份恐惧就会像清晨的雾气一样，在阳光照射下消散得无影无踪。没有了内心的恐惧，外在的鬼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各位朋友，前面我们破除了对鬼的外在恐惧，明白那些可怕的形象不过是我们内心的投射。现在我们要把视角拉回自己的心里，来看看那些真正会把我们困住，甚至把我们变成鬼的东西。佛教里常说众生有三毒，贪、吃，这三个字就是制造人间悲剧，也是制造鬼的三大源头。今天我们就先来聊聊排在第一位的贪。什么是贪？贪不是说你不能吃饭，不能赚钱，贪是指那种无底洞一样的舍不得和想要更多。佛教里有一道叫做恶鬼道，你们知道恶鬼长什么样子吗？佛经里描述恶鬼的肚子像山一样大，但是他们的喉咙却像一根针一样细。这是一个多么精准又多么痛心的比喻。肚子大代表欲望无穷无尽，什么都想要；喉咙细代表什么都吃不进去，永远得不到满足。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吗？活着的时候拼命抓着金钱、房子，全力不放，以为这些东西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结果呢，到了眼睛闭上的那一天，这些东西一带不走，二放不下，最后就成了把你死死定在原地的枷锁。我们来讲一个真实的生活缩影，这个故事可能就发生在你我身边。我们就叫她林阿婆吧。林阿婆苦了一辈子，是个极度勤俭持家的人。她年轻的时候先生走得早，她一个人打几份工，拉拔3个孩子长大。为了存钱，她去菜市场永远只买收摊前最便宜的剩菜，衣服破了补了又补，从来不舍得给自己添一件新衣。她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拿去买了地，买了透天桌。在别人眼里她是个富婆，但在她自己心里，她永远是那个穷怕了的寡妇。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这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以后有出息。可是慢慢的，这种为了生存的节俭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执着。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拿出存折看上面的数字，摸着那些地气才睡得着觉。后来林阿婆老了，病倒了，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家里保险箱的方向，嘴巴微张，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最后手在半空中用力抓了一下，就这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大家以为林阿婆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去极乐世界吗？还是去阴曹地府？都不是。她的意识，也就是我们说的灵魂，因为生前对那些财产的执念太深了，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她没有经历什么阴风惨惨的灵堂，也没有看到什么牛头马面。她发现自己就漂浮在她最熟悉的那个普通客厅里。这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住家客厅，没有什么特殊的布置，电视机旁边还摆着他生前最爱看的那个频道的遥控器，墙上的挂钟还在滴答滴答地走，一切都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可是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房间，现在却成了他专属的恶鬼道。林阿婆看着他的3个孩子坐在客厅的餐桌前，桌面上没有给他准备的饭菜，而是散落着几份房屋权状，还有一张当初他请代书用毛笔字体端端正正写下的财产分配协议。这栋透天崔妈生前就说好是要给我的，我是长子，本来就该我拿大头。大儿子拍着桌子，脸红脖子粗，你少来这套！妈生病这几年是谁在医院把屎把尿？你来看过几次？凭什么你拿最值钱的？小女儿尖叫着反驳，眼泪里满是算计与委屈。二儿子则在一旁冷笑，盘算着怎么把那块农地变现。
林阿婆站在旁边，看着这3个她用尽一生心血拉拔长大的孩子，现在为了一点钱，连一点亲情都不顾，互相撕咬得像仇人一样。她急了，她真的急了，她冲上前去，想指着大儿子的鼻子骂：“你这个不孝子，那是我用血汗钱买的。”可是她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她想把桌上那张毛笔字体的协议书抢回来，大喊：“我都还没走远，你们就急着分我的肉！”可是当他的手伸向桌子时，却像穿过空气一样，什么也抓不到。他又急又气，感觉心脏，虽然他已经没有实体的心脏了，像被火烧一样痛苦。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这个普通的房间里徘徊，看着孩子们因为分家产对簿公堂，看着他省吃俭用买下来的房子被拿去抵押败光。这就是贪吃鬼的下场。林阿婆活着的时候以为钱是保障，死后才发现那些放不下的钱变成了囚禁她的牢笼。她每天在这个普通的房间里看得到听得到，却摸不着管不了。她的怒火，她的焦虑，她的执念，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这就是真正的地狱，没有别人惩罚她，是她自己的舍不得，把自己困在了无尽的痛苦之中。弘一法师曾经留下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叫做“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人在这世间就像是住旅馆的过客，你住进一间豪华套房，你可以享受里面的电视、沙发、大床，但你退房的时候，你不可能把这张床扛回家。金钱、名利，甚至我们的肉体，都是旅馆里的设备，时间到了，统统得交还给天地。你越是在意什么，死后就被什么困住。你贪恋一栋房子，你的灵魂就被绑在那栋房子里当地基主；你贪恋存折里的数字，你就只能做一个天天守着金库却花不到1毛钱的恶鬼。各位朋友，我们现在都还有一口气在，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修行机会。想一想，你现在心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死死抓着不放的？是不是觉得少了那笔钱，人生就毁了？是不是觉得那个东西如果不留给子孙，自己就死不瞑目？说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留给他们的钱财再多，如果不留德行，最后也只是让他们互相厮杀的武器。从今天开始，学着练习放下，不是说要把钱都扔掉，而是要在心态上明白，这些东西只是我暂时保管的工具，不是我生命的全部。要学会布施，学会分享，把紧握的拳头张开，因为只有当你学会张开双手，不再紧揪着那些带不走的沙子时，你的心才能真正腾出空间，迎来清风明月。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才能走得无牵无挂，清清白白，不会变成那个被困在普通房间里，看着毛笔字巨图忽复复复的恶鬼。前面我们说了贪，那是舍不得放手。而这世界上还有一种比贪婪更折磨人的执念，那就是 dent。 什么是 dent？ 简单来说，就是怨恨、愤怒，看什么都不顺眼，心里总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总想着要报复。佛教常说火烧功德林，这里的火指的就是多恨之火。一个人只要心里充满了怨恨，哪怕他平时做再多善事，念再多佛经，只要那把无名火一烧起来，所有的平静和福报都会瞬间化为灰烬。我们常听人家说打入18层地狱，很多朋友以为地狱是阎罗王派小鬼去建造的，里面有刀山油锅等着惩罚坏人。其实弘一法师的智慧早就点醒了我们，地狱根本不是别人为你建造的，地狱是你自己心里的怨恨变出来的。这句话听起来很玄，对吧？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老社区里的真实缩影，你们一听就明白了。在台湾很多老式的联动透天里，2户人家之间常常只有一条窄窄的防火巷，或者是一条共用的排水沟。我们要讲的陈老伯，就是因为这条不到30公分宽的水沟，跟隔壁的邻家结了整整30年的深仇大恨。起初只是因为邻家洗衣服的肥皂水偶尔会漫过来，陈老伯去念了几句，邻家人回嘴说水往低处流，又不是我故意的。就这一句话点燃了陈老伯心里的重恨之火。从那天起，这2家人的梁子就结下了。陈老伯觉得邻家欺人太甚，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为了争这口气，争这个面子，陈老伯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战斗。林家在门口种盆栽，他就故意拿扫把把落叶全扫到林家门口。林家如果在巷子里停脚踏车，他就半夜偷偷去把轮胎器放掉。后来两家甚至各自装了监视器，24小时死盯着对方，只要对方有一点越界，哪怕是几公分，陈老伯就会冲出去破口大骂，连警察都来调解过无数次。这30年来，陈老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不是想着今天早餐要吃什么，也不是想着怎么含饴弄孙，而是走到窗边，紧紧盯着隔壁邻家，心里盘算着，看我今天怎么对付你们。他的血压越来越高，脾气越来越暴躁，连他的儿女都劝他，爸，算了吧，大家都是邻居，为了那一点点水沟，退一步海阔天空啊。陈老伯听了更是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退一步，我这口气咽不下去，我就是死也要跟他们斗到底。结果一语成谶，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因为邻家的亲戚来访，车子稍微挡到了陈老伯家的出入口。陈老伯气得全身发抖，冲出去指着邻家人的鼻子疯狂咒骂。就在他骂得最激动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眼前一黑，心肌梗塞，直挺挺地倒在了那条他争了一辈子的防火巷里。陈老伯在加护病房躺了3天，临终前他看着床边流泪的儿女，他没有交代要大家好好生活，也没有说一句我爱你们。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死死抓着大儿子的手，咬牙切齿地说，隔壁邻家的事绝对不能和解，你如果敢退让，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说完，带着满腔的怒火断了气。陈老伯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得到了安息吗？完全没有，因为他临死前的那股怨气太重了，他的意识被这股强大的对恨牢牢绑住，哪里也去不了。他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断之鬼。陈老伯发现自己依然站在那条闷热的防火巷里，他看着自己的肉体被抬走，看着儿女办完后事。日子一天天过去，林家依然每天进进出出，甚至因为陈老伯不在了，林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偶尔还能在巷子里听到他们轻松的笑声。这笑声听在陈老伯的耳里，就像是几千根针扎进心里一样痛。他气疯了，他冲上去想掐住林家人的脖子，想掀翻他们的机车，可是他只是一团意识，他的手穿过了林家人的身体，他用尽全力嘶吼，却连一丝风都吹不起。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仇人继续过着平静的日子，而他自己却被永远困在这条窄窄的巷子里。他心里的怒火无时无刻不在燃烧，那种看见仇人却无法报复的痛苦，那种无处发泄的狂怒，就像是真实的烈火一样，日日夜夜在焚烧着他的灵魂。这就是佛教里说的8热地狱，没有牛头马面来拿鞭子抽他，是他自己心里的仇恨化作了无尽的地狱之火。他生前用仇恨折磨别人，死后这份仇恨就成了反噬他自己的无间地狱。各位朋友，听到这里，你们觉得陈老伯可怜吗？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陈老伯了。大家静下心来问问自己，你心里现在有没有一个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人？是不是那个曾经背叛你的合伙人？是不是那个对你出言不逊的媳妇？还是那个20年前分家产时占了你便宜的兄弟姐妹？每一次你想起他们，你的心跳是不是会加速？你的胸口是不是会觉得闷闷的？你是不是在心里把他们千刀万剐了无数次？如果是，请你一定要听进去这句话，不肯原谅别人，其实是舍不得放过你自己。你以为你记恨他，是在惩罚他吗？大错特错，人家可能每天吃好睡好，早就把你忘了。可是你呢？你每天端着这杯名叫仇恨的毒药，自己一口一口地喝下去，却妄想着对方会毒发身亡。这不是愚痴是什么？人死后，什么权势、财富都带不走，唯一带得走的就是你的心念。如果你带着满心的欢喜和慈悲离开，你去的就是天堂，就是净土。如果你带着满腔的怨恨和不甘心闭上眼睛，
那你就是亲手为自己打造了18层地狱。所以，趁着我们现在还有肉身，还有机会，试着去和解吧。和解不是说你要去跟那个伤害你的人低声下气，也不是说他做的事情是对的。和解是为了在你的心里放过你自己，把那些陈年旧账就像倒垃圾一样，通通倒掉吧。不要让别人的过错成为禁锢你灵魂的枷锁，更不要让自己辛辛苦苦修来的一点福报，被这把名为 Dawn 的无名火烧得一干二净。各位朋友，我们前面聊了贪的舍不得，也讲了 Doing 的放不下。接下来要讲的这第3个字，可以说是最难被察觉，却也是困住最多人的一道枷锁，那就是吃。佛教说的吃，不是指一个人智商低、傻乎乎的，而是指无明，也就是看不清宇宙人生的真相，被自己的执念紧紧绑住，想不开，走不出来，窜呵呵，往往表现得很强烈，像一把火一样。但吃不一样，吃就像是一团浓浓的迷雾，很多被吃困住的人，不仅不觉得自己有错，反而还觉得自己很委屈、很伟大。他们经常打着爱、责任或是命苦的旗号，把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却不知道自己早就已经一脚踏进了吃之鬼的泥沼里。我们来聊聊淑芬阿姨的故事。这个故事或许会戳中很多经历过婚姻变故或家庭波折的朋友的心。淑芬阿姨是个苦命的女人，也是个非常尽责的单亲妈妈。25年前，她的先生有了外遇，抛下她和才刚上小学的儿子，跟别的女人跑了。从那一刻起，淑芬阿姨的世界就彻底崩塌了。她没有再婚，一个人打零工把儿子拉拔长大。可是这25年来，她每一天都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她家里那个熟悉的客厅常年拉着窗帘，阳光几乎照不进来。茶几上永远摆着她和前夫当年的结婚照，旁边放着一盒抽了一半的面纸。每次亲戚朋友来看她，或者儿子下班回家，只要一坐下来，淑芬阿姨的眼泪就像开了水龙头一样停不下来。我把女人最青春的岁月都给了她，她怎么能这样对我？我这辈子就是命苦，都是为了你这个儿子，不然我早就去死了。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那个负心汉可以在外面吃香喝辣，我却要在这里受苦？这些话他整整念了25年。他的儿子从小在这种充满哀怨、充满负能量的环境下长大，变得非常沉默寡言，甚至不敢交女朋友，因为他觉得自己欠母亲太多，这辈子都还不清。淑芬阿姨活着的时候，她住的那个虽然只是个普通的房间，没有任何奇怪的布置，但在外人眼里，那里早就没有了活人的生气。她就像一个游魂一样，每天在这个房间里自怨自艾，用悲伤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后来，淑芬阿姨因为长期的郁郁寡欢，免疫力下降，生了一场重病走了。她死后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大家猜猜看，她解脱了吗？并没有。她的灵魂，或者说她的这股意识能量，因为对那段失败婚姻的执念太深，对自己是个受害者这个角色的代入感太强，她完全无法前往下一个轮回。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阴暗的客厅里。她看到儿子终于把那张摆了25年的结婚照收进了抽屉，拉开了窗帘，让阳光照进了屋子。她看到儿子终于交了女朋友，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按理说，做母亲的看到儿子幸福，应该要感到欣慰才对。可是，变成吃之鬼的淑芬阿姨却急了。她坐在那个她生前最常坐的角落里，看着儿子在阳光下笑着吃饭，她的心里却充满了巨大的恐慌和失落。她不停地对着空气哭喊：“你怎么可以笑？你怎么可以忘记你妈受过的苦？你爸爸抛弃我们，你现在连妈妈也不要了吗？我好可怜啊，为什么没人来同情我？”可是这一次，没有人递面纸给她，没有人听她诉苦。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在那个角落里，不断地重播着25年前丈夫摔门离开的那一幕，不断地咀嚼着那份早已经发酸发臭的痛苦。这就是吃之鬼最真实的写照。各位朋友，弘一法师教导我们，世间万物皆是缘，
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两个人能结为夫妻是缘分，缘分尽了，他要走，那就是这段因果已经了结了。你执着于过去，其实就是不给自己未来。你紧揪着一根已经枯死的树枝，每天对着它哭泣，问它为什么不开花，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的愚痴吗？我们很多人活着的时候放不下那个离开的人，放不下曾经的辉煌，甚至放不下自己受害者的光环。你以为你是在坚守爱情，坚守忠贞，其实你只是在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把自己活生生逼成了一个充满阴气的活鬼。等到肉身消亡的那一天，这股想不开的强大惯性就会把你彻底困在那个名为过去的牢笼里，永世不得超生。因为真正把你锁在里面的不是阎罗王，而是你不愿意醒来的那颗心。人生就像搭火车，有人在这一站上车陪你走一段，到了下一站，他的票到期了，他就得下车。你不能因为他下车了，就坐在车厢里痛哭流涕，连窗外的风景都不看了，甚至到了终点站还死赖着不肯走，挥挥手说声再见。把心里的执念放下，把窗帘拉开，让阳光照进你的房间，也照进你的心里。只有当你看破了这个痴，你才能真正获得灵魂的自由，才能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洒脱地走向光明的未来。各位朋友，前面我们把人死后因为贪、吃而化作执念的过程剖析得清清楚楚。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松一口气，心想：哎呀，那都是死后的事情，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只要我不贪不恨，鬼就找不上我。如果你这么想，那可能只对了一半。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个更残酷却也更真实的现象。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等到死后才变成鬼。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你的身边，你的亲戚朋友里，甚至每天在菜市场、在公园里跟你擦肩而过的人之中，就存在着许多活着的鬼。什么叫活着的鬼？佛教常说十法界不离一念心，意思是说天堂和地狱，佛和鬼其实都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一个人的心念如果是极度的贪婪、满腔的愤怒，或者是整天抱怨连连，见不得别人好，他的大脑和心灵就会发出一种极低频率的能量。这种能量的频率跟佛教里说的恶鬼道和地狱道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不是什么迷信，这就是现代科学常说的能量场或磁场。我们常常会形容某些人是吸血鬼，他们吸的不是你的血，而是你的精气神，是你身上的正能量。让我们来看一个大家一定都很熟悉的家庭群像，我们就叫她王大姐吧。王大姐住的就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房间，格局方正，采光明亮，完全不是什么阴森可怕的地方。客厅的墙上还挂着一幅用卷绣的毛笔字体写着家和万事兴的字画。可是只要你一走进这个房间，不出10分钟，你就会觉得胸口闷闷的，甚至会觉得头痛，莫名其妙地感到疲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间普通的屋子里充满了王大姐长年累月散发出来的恶鬼能量。王大姐的人生其实不算差，孩子也大了，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可是她的嘴里永远没有一句好话。过年过节亲戚聚在一起，别人家的小孩考上好大学，她表面上恭喜，转过头就冷言冷语：哎呦，考上好学校有什么用？以后还不是要给人家打工，说不定还会学坏。如果他自己的媳妇买了件新衣服，他能在家里念上3天3夜。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爱虚荣，不会持家，把我们家的钱都败光了。他每天的日常就是坐在那幅毛笔字体写的家和万事兴底下，打电话给各个亲戚朋友抱怨菜市场的老板少给他1根葱，抱怨昨天的公车司机开太快，抱怨政府，抱怨天气，抱怨自己命苦。他的心里有一个巨大的黑洞，无论你给他多少关心，多少安慰，都会被这个黑洞瞬间吞噬。大家回想一下，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王大姐？当你跟这种人相处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你们只是坐着聊了半小时的天，他也没有打你，没有骂你，
可是聊完之后，你却觉得全身无力，好像刚跑完马拉松一样累。原本你今天心情很好，结果跟他讲完话，你突然觉得人生好灰暗，看什么都不顺眼。这就是因为你的正能量被这只活着的恶鬼给吸走了。在佛教的观点里，鬼的特质就是阴暗、匮乏、充满怨气。王大姐虽然还有呼吸，还有肉身，但她的灵魂早就已经沦落在恶鬼道里了。她看不见别人拥有的美好，只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她没有能力自己创造快乐，只能靠着贬低别人、吸取别人的同情来刷存在感。弘一法师教导我们要慈悲为怀，但慈悲绝对不是毫无底线的去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如果你没有极高的定力与修行，你贸然靠近这些负能量场，你不但救不了他们，反而会被他们拖进那片黑暗的泥沼里，让你自己也沾染上那种抱怨和嫉妒的晦气。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该如何辨识并保护自己，远离这些活着的鬼呢？我给大家3个非常实用的生活建议。第一步，觉察身体的直觉反应。人的身体比大脑还要聪明。当你靠近一个人，如果你的身体本能地感到紧绷、胸闷，或者明明没做什么却觉得异常疲惫，这就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警报。这个人的磁场不对。不要怀疑你的直觉，这是万物趋吉避凶的本能。第二步，停止拯救者的情节。很多善良的朋友看到亲戚朋友在抱怨，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开导他们、拯救他们。你要明白，有些人的抱怨不是为了寻求解决方法，他们只是在宣泄情绪垃圾。你越是顺着他们的话讲，越是去安慰他们，他们就越会死死黏着你。对于这种人，最好的回应就是温和的敷衍，比如只回一句是我。原来如此，不要投入你的真感情，不给他们吸取你能量的机会。第三步，保持慈悲的距离。如果这个负能量场是你无法完全切割的家人或老邻居，怎么办？我们不需要跟他们撕破脸，也不需要去指责他们是活着的鬼。我们可以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早日放下执念，但在现实物理空间和相处时间上，要尽可能的拉开距离，减少见面的频率，缩短通话的时间。你的元气，你的正能量是你最宝贵的财富，你必须像保护存折密码一样，严格保护好自己的心灵磁场。说到底，人世间最可怕的鬼，从来都不是长着獠牙、飘在半空中的怪物，而是那些披着人皮却任由内心的贪婪、嫉妒与怨恨吞噬自己的人。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惧怕他们，而是要时刻反省自己，千万不要让自己心中的三毒生根发芽。一不小心，把自己也变成了那个坐在普通客厅里，却让全家人都感到窒息的活鬼。各位朋友，聊完了我们生活中的活鬼和负能量，我们现在来聊一个大家一定都很感兴趣，也经常在私底下讨论的话题。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家里刚出生没多久的孙子孙女，有时候在一个平凡无奇的房间里，明明只有你们2个人，小婴儿却会突然盯着天花板或是没有人的角落，咯咯地笑个不停。又或者是原本乖巧的孩子，一走进某个亲戚的家，或者靠近某个特定的人，就突然嚎啕大哭，怎么哄都哄不住。老一辈子的人常常会说，小孩子眼睛干净，能看到我们大人看不到的东西。甚至有些人会赶紧跑去庙里帮孙子收经。但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不用怪力乱神来吓唬大家，我们用佛法里最深刻的智慧清净心来为大家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佛教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在刚出生的时候，他的心就像是一面一尘不染的大镜子，这面镜子光明透亮，能够照见宇宙万物最真实的样子。这个状态我们称之为清净心，或者是本觉。小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他们的脑海里没有我的房子，我的退休金也没有，隔壁老王欠我钱，这些纠缠不清的执念。他们没有我们前面讲过的贪吃，因为没有这些世俗的欲望和情绪，他们的心灵频率是非常高、非常纯粹的。所以当他们处在一个普通的房间时，他们能感知到的世界比我们大人广阔得多。
他们不仅能看到物理世界的光影，还能敏锐地捕捉到空间里的能量与磁场。如果这个房间里充满了我们前面说的像王大姐那样常年累积的怨气和负能量，大人可能只是觉得胸闷、头晕，但小孩子那面干净的镜子立刻就会照出这种低频率的压迫感，他们会感到恐惧、不舒服，于是就会大哭。相反地，如果这个空间里有着慈悲、温暖的守护力量，比如平日行善积德的磁场，或是祖先善意的庇佑，小孩子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祥和，所以他们会对看似空无一物的角落发出纯真的笑声。那我们大人呢？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这项特异功能就消失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其实不是我们失去了看见的能力，而是我们的这面镜子被厚厚的灰尘给蒙蔽了。从小到大，我们开始学习竞争，开始计较得失。我们为了升学考试焦虑，为了赚钱养家奔波，我们经历了人情冷暖的背叛，心里长出了怨恨；我们经历了物质的诱惑，心里生出了贪婪。这每一份执念，每一次生气，每一点计较，就像是一把一把的泥土，狠狠地抹在我们心灵的这面镜子上。这在佛教里就叫做业障。当你的心里装满了我要赚更多钱，我要赢过别人，我绝对不原谅他这些沉重的世俗念头时，你的心智频率就会变得非常低，非常粗糙。你的感知雷达已经被世俗的欲望干扰的全是杂音，你当然就接收不到更高维度的讯号了。你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灵性，你只能看到钞票的厚度、房子的坪数，以及别人对你是不是够客气。所以大人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就像我们肉眼看不见无线电波，但收音机一打开依然能听到广播一样。说到这里，大家不妨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跟我分享一下，你或者你的孩子小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看到奇怪东西，或者对某个人、某个房间有特殊感应的经历，写下你们的故事，大家互相交流。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拥有过那份无比珍贵的清净心。我们修行，我们听闻佛法，其实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神仙保佑我们发大财，而是为了服侍这面镜子。就像神秀大师说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把心里的贪嗔一点一点地擦掉，找回我们小时候那种干净、纯粹、没有偏见的目光。当你的心重新变得清净了，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那么多可怕的鬼怪，处处都是菩萨的慈悲。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一支比较长的影片，我们从大家最害怕的僵尸、女鬼一路聊到了我们每天起居的普通房间，从死后万劫不复的恶鬼道，聊到了我们活着时心里的贪、赚、吃。讲了这么多，其实我最想告诉大家的一句话，就是弘一法师那句振聋发聩的箴言：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这一生拼了命去争夺的财富、地位、面子，甚至那些让我们痛不欲生的恩怨情仇，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像是一场梦。梦醒了，你什么也抓不住，唯一能跟着你的，就是你在这场梦里造下的业，以及你心里结下的执念。所有的鬼都不是别人变出来吓你的，他们都是我们未尽的欲望，是我们无处安放的遗憾，是我们自己心里那一座过不去的牢笼。你贪恋财产，你就在自己的房子里做恶鬼；你怨恨别人，你就在自己的仇恨里下地狱；你沉溺悲伤，你就在过去的岁月里永世不得超生。但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害怕，既然地狱是我们自己造的，那么天堂与净土也同样在我们自己的一念之间。今天我想用最诚恳的心对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说，放过自己吧。如果你现在心里还恨着一个人，请你试着在心里对他说一声，我原谅你了，因为我想放过我自己。如果你现在还在为了失去的金钱或感情夜夜失眠，请你轻轻地摸摸自己的胸口，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缘分，缘尽了，我就让它随风而去。我们不要等死了之后才等着子孙来给我们念经超度，我们现在还活着，还有呼吸，我们就要做自己的观世音菩萨，用我们心里的慈悲去超度我们心里那些还活在痛苦、焦虑、
怨恨中的火鬼，当你愿意把紧握的拳头张开，当你愿意用善意去包容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你会发现你心里的那座地狱瞬间就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清风明月，是鸟语花香，是你心中那一尊本来就存在、充满智慧与光明的佛。影片的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是一个汇聚万人正能量的时刻。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为自己、为家人写下一句祈福的话。你可以写放下执念，愿一切安好，也可以写愿我心中的无明退散，迎来清净与光明。千万不要小看你在留言区打下的这一行字，当1000个人、10000个人都在这里留下慈悲的愿力时，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个磁场能化解你我心中的恐惧，能超度世间所有的怨气，能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走得更坦荡、更平安。感谢大家的耐心陪伴，愿我们都能清清白白的来，无牵无挂的走。南无阿弥陀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让您的心灵得到了一点平静与启发，请您动动手指，点个订阅，也把这份善念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传递这份温暖与智慧。我们下期再见。